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解2024年在马来西亚制作或合拍，并总票房未超过10万马币的22部电影。这些电影虽在票房上表现不佳，但各有特色，也反映了马来西亚电影市场的多元面貌。首先，第一部要介绍的是一部印度电影，名为《V 加 LLB》。这部电影在马来西亚上映的总票房为99,050马币，差一点就突破了10万大关，最终呢却位于22部未达10万票房的电影之中。有趣的是，它在 YouTube 上的预告片测览量高达45万，显然比其实际票房更受欢迎。该片以法庭为题材，不过我对印度电影并不算特别的熟悉，原本以为本地的印度电影都是来自宝莱坞进口的，没想到在这22部电影里，印度电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这部就是票房不佳的其中之一。接下来的第二部也是印度电影 Black and White 黑与白，总票房为98,074马币。然而它在 YouTube 上的测览量却非常的低，只有9720次。关于这部电影的故事，我了解的并不多，毕竟网上能看到的资料有限。这部电影呢是由马来西亚电影机 Finas 投资的，可惜了这部电影呢同样票房失利。然后 dan makhluk lain. Kau kerja dengan siapa? Siapa yang bayar? 第19名的是马来电影《Pun Good》，于2024年8月29日上映，总票房为65,555马币。这个数字还挺有特色的。它的预告片在 YouTube 上的测览量为2.25万，虽然不算高，但考虑了总票房也能理解了。这部电影讲述的是马来黑社会的故事，里面有不少动作场面，不过没有我熟悉的马来明星，拍摄效果似乎不错，但票房依旧不理想。Surga dan neraka itu pilihan, kembali pada Tuhan itu pasti. 接下来的第18名的马来电影《Jiwa and Belas》于2024年1月18日上映。这是一部以赛车为主题的黑帮片，总票房为59,705马币。预告片在 YouTube 上的测览量达到了12万。电影中有一些比较出名的马来演员出演，但票房还是失败。You promise me nothing will go wrong with this operation. 第17名呢是终于出现了一部中文电影《Wolf Game》，华语名叫《捕狼》。这是一部警匪片，总票房为58,000马币。预告片在 YouTube 上的测览量为4.8万。这部电影集合了马来西亚的众多明星，主角是许亮宇，女主角是王思琪，两人都颇有名气。然而呢，由于宣传不到位，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部电影的存在，至少我是如此，所以票房非常糟糕。不过从制作上看，这部电影还算不错，可能警匪片这种题材已经不太受欢迎了吧？毕竟在电视上也有不少类似的题材的节目。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公义的。The evidence is. Walaupun engkau gagal mempersembahkan satu nyawa, kau kena hati-hati. 好了，我们来到的第16名是 Mafia Alam。马来西亚的鬼片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能吸引一大批的观众。这部电影的总票房为57,643马币。预告片在 YouTube 上的测览量只有5,169次。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另外多个预告片了，但这个测览量确实不太理想。Hei, busuk sangat ke bau kentut aku sampai jauh nak pergi? Ni 怕鬼吗？ In the name of Father, I order you to get out! Get out! Get out! Get out!
第15名是一部中文的搞笑恐怖电影《鬼叫你看》，电影中有几位可以认出的网红还有本地演员参与，不过我之前也没有怎么听说过。票房为49,630马币，在 YouTube 上的测览量为1.4万，算是刚刚及格。鬼死了吗？他本来就死了。我阿公讲， Bengkel salah. Bela Den. Bukan Bela Den, Bengkel salah. 第14名是马来搞笑电影《丹蒂安娜》，票房总共是49,433马币。YouTube 的测览量是7326次。从 YouTube 上的数据来看呢，这部电影的票房表现也算不错。接下来我们讲讲票房在5万以下的电影吧。第13名呢是恐怖片《Lobo》，这部电影还有3大民族一起主演的，算是国民型的电影。它的总票房是48,714马币，YouTube 的测览量是3.2万，也算是刚刚及格。 Jangan cakap dengan siapa-siapa. 这里插播一下，大家可能好奇马来西亚电影到底要赚多少钱？通常一部电影的成本大概是50万到100万之间，当然这还是看明星阵容还有大制作的情况。如果要在电影院上映呢，加上电影院的分成，票房最少都要300万才算是收支平衡。200万基本上只能算是打回成本，300万以上才开始赚钱。这些5万票房以下的电影呢，情况确实不容乐观。 Abang apa buat? Purila. Abang cabi macam. 好，我们来到了第12名，是一部印度的搞笑电影《Mr. and Mrs.》，总票房是47,063马币。有趣的是，它是在 YouTube 上的测览量比另外一部印度电影《Vijay LLB》还要高，达到了51万。这让人不禁疑惑，为什么他们的 YouTube 测览量这么高，但去电影院观影的欲望却那么的低？难道印度人都喜欢在家看电影，不喜欢去电影院？ Rencana kita, ekspedisi ini kita akan mulakan hujung bulan depan. 第11名是以黑社会为主题的电影《Dandun》，票房呢只有41,895马币，YouTube 的测览量是11,994。这部电影看上去呢制作规模不小，但票房却如此糟糕，具体的原因还是要看电影才知道。 Bos, kami media, polis lagi. Bantu kita. Kamu di kapal. Kita, serahkan diri kita. 接下来是一部印度的剧情片《杀鸡》，于2024年3月14日上映，票房是41,895马币，YouTube 的测览量是68,000，整体表现算是中规中矩。 ਮੈਨੂੰ ਤਾਂ ਨਹੀਂ ਲੱਗਦਾ 4 நமக்கு ஒரு கருவியா இருந்தது போய் இப்போ நாம தான் போனுக்கு கருவியா மாறிட்டு வரோம்。 还有一部惊悚片《Danus》，从预告片来看呢，气氛营造的不错。现在呢，不管是 Netflix 付费频道还是其他的平台，拍摄质量都挺高的，只是故事内容精不精彩就不得而知了。它的票房是35,816马币，YouTube 的预告片测览量是85,000。从制作成本来看，这部电影亏得有点惨。It's gonna happen soon。 Jangan
接下来是一部恐怖电影《Ugly Night》，票房是34,396马币 ，YouTube 的测览量是14万。Harimau Malaysia perlu kemenangan ini untuk kembalikan maruah mereka yang tercalar pada Sukan C 2011. 第7名呢是前名电影《巴鲁》，有印度人、华人、马来人一起联合主演，不过语言以马来文和英文为主。这部电影的总票房是33,944马币 ，YouTube 的测览量只有1.9万。这部电影大胆的以篮球为主题，毕竟呢篮球在华人社会中比较受欢迎，马来人可能兴趣稍低了，所以这部电影可能因此失去了整个马来人的市场。不过这种尝试还是值得佩服的。நாளான்றைக்கு வந்துருவல ஏன்னா வீட்டுல பெரிய விருந்து விருந்தா என்ன விருந்துப்பா அதான்டி இந்த நிச்சயதார்த்தம் இதெல்லாம் யார்கிட்ட முடிவு பண்றீங்க第6名是印度的搞笑电影《咖喱蜜》，票房是34,300马币 ，YouTube 的测览量是5万。它也是一部呢全民合拍的电影，但票房只有3万多，确实亏得有点厉害。Kita karimi. 第5名是以女性武打为主题的电影《Jenna and Dolo》，票房是25,710马币 ，YouTube 的测览量是2万。这类电影的票房下到2万的，基本上就是亏得很惨的，毕竟还要和电影院分成，最多可能只赚到1万块。Aku duk cara siapa? Aku nak anak aku. Aku. Ini masalah lagi. Sindiket pemerdagangan manusia. Ada benda yang tak betul berlaku dekat kilang ni. Saya sendiri ada bukti dia. 第4名是一部剧情片，也是有武打场面的，厉害！票房是21,944马币 ，YouTube 的测览量是2.3万。好，接下来是前3名了。这3部电影的票房真的是非常可怜，也充分的表现出了马来西亚电影市场的多元性。因为3部电影分别来自中文、马来语和印度语。导数的第3名是中文电影《Lee Lim》，站在天堂上的摇滚男人。这部电影讲述了一群年轻人曾经有梦想，30年后退休了，又再次踏上了摇滚舞台的故事。我问过一些朋友，他们都觉得这个故事过于老套，很难吸引新一代的观众，所以这部电影的票房只有21,333马币 ，YouTube 的测览量只有4300次，可以说是2004年中文片亏的最大的一部了。现场乐队惬意不可。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啊？我要听那首歌。你Liverpool தானே? ஆமா அதுக்கு நான் Manchester United. 导数的第2名是印度搞笑电影《阿比纳亚》，讲述的是通过科学实验导致2人互换身份的故事。故事的非常老套，可能在印度电影中还算新鲜，但再来我看了也不觉得。它的总票房是19,202马币 ，YouTube 的测览量是3.5万。Walaupun gelap, tapi ada bulan untuk terangi. Betul tak?
最后一部呢，也就是2024年票房最差的本地电影马来恐怖片《大法古》。这部电影的总票房只有5778马币，故事发生在一个马来屋子里，YouTube 的测览量还有2.4万，但这点票房呢，连一个工人的薪水可能都付不起。Kalau aku kikis kulit aku boleh jadi muda balik tak? 以上呢就是我整理了22部2024年马来西亚制作和合拍，总票房未超过10万马币的电影。这些电影可以说是完全垫底的作品，亏得很惨。不过这并不影响马来西亚电影市场的发展。你看，从新年到午夜呢，像 Blood Brother、Ground Man 等电影呢，都让电影业开始回勇。所以呢，这22部电影也算是进入历史的尘埃了。我希望通过这个影片呢，能让大家看到本地电影失败的例子。当然，我们也要反思一下了，到底为什么他们会失败？有很多原因，比如电影拍好了，却没有好好的宣传。也有人说是疫情过后，电影的复苏非常的慢，影响了这些有梦想的电影人的作品。当然，原因肯定不止这些，这也证明了电影市场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进入的。另外，票房超过10万马币的电影，也不代表就赚钱了，也是在亏本。所以下一期呢，我会讲解2024年票房超过10万马币，直到超过300万马币才算是赚钱的电影。其实2024年亏本的电影将近有30-40部，非常可怕。我也希望马来西亚电影界能够一路顺风，越做越好。好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支持我的观点，请继续关注电影古三咪频道。我们下一部影片见。